江口古镇属于四川彭山，它历史悠久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它的地理位置优越，处在府河汇入岷江的交汇口。这些年来，因为江口沉金的传说得以证实，张献忠沉于江中的珍宝被挖掘而出，故而此处愈发声名远扬，广为人知。江口老街是岷江通往成都的重要水运码头。上世纪80年代前，这里依旧非常繁荣，日行船数百艘，夜有万盏明灯照码头的景观。江口古镇其实大家都叫江口老街，因为古镇沿河而建，顺着道路足足蔓延了5华里。如今江口老街人大多搬走了，两边只剩下斑驳的老房子，在窄窄的道路上漫步，还能依稀看出100年前的风貌。偶尔才能遇到一个路人从身旁走过。路边的很多老房子被标记成了历史建筑，路边小巷子口盛开的三角梅，让老街显得很有生气。房子之间有很多小巷子，通往后山的山丘，幽深而神秘。此时正是油菜籽收获的季节，在老街的北口有一家油坊，还在营业，油就这样被榨了出来。榨油后剩下的豆皮收集起来，这些榨油后的废料可以制作有机肥。大姐，咱们这也算油坊了吧？榨油坊啊，也就这个季节了吧？其他季节就榨不了了吧？我们这里一年到头都哦，一年到头都是。那他们不是这2天收获了吗？是1、2天就比较忙，知道不嘛？哦。收了菜籽，知道吗？啊，有些人就放家里不榨是吧？哦。水路的时候以前哦。现在。深山还那个儿个嘛？人家大型的啥子厂都有，就是浆盐厂、糖厂、纸厂、酒厂、油坊，那就我粮站，你说的我啥子都不出。现在没啥了啊。啥子？哦。桥楼子桥处在老街的最北面，下面有一条小溪，从这里汇入府河。在这里，老街拐了一个弯，离开柏油路，进入这条窄窄的石板路。以前这条路就是曾经的老街的起始，道路的宽度和100年前一模一样。曾经的马帮背夫在这里川流不息，地下的石板还隐约能够看见。两边的房屋大部分还保留着当年的形制，乌黑的门板，鱼鳞般的青瓦。窄窄的老街就宛如一个100年前的活化石。大树下的老屋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，散发着古朴的气息。这里是江口街384号，光从门牌数字就知道老街非常悠长。窄窄的江口老街充满着岁月的痕迹，它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静静地矗立在那里。斑驳的墙壁，破旧的门窗，无不诉说着曾经的辉煌。
走在老街的石板路上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。这里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，每一块石头都见证了岁月的变迁。路边随意一户人家的门窗都精美的让人惊叹。这间曾经的寺庙变成了老年人活动中心。在老屋的最北面有一片新修的仿古建筑，它们掩映在竹林之中，看起来与老街非常和谐。大块的红砂岩修筑的地基和纯木结构的房屋，看起来是为开发旅游而建设的。老街的交通极其便利，其一端紧邻着宽阔的府河，而那条古老的驿道则径直穿过老街。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，铸就了古镇曾经的繁华盛景。如今江口老街大部分的道路变成了柏油路，汽车在其中川流不息。古旧的老街与乌黑的柏油路看起来非常不和谐。沿街的人们大多数都搬走了，只剩下门头一个个招牌。石龙对石虎，金银万万五，这就是江口沉银的传说谚语。这一片大概就是江口沉银的发掘现场，据说当时出土了文物达到上万件。对面建设的就是江口沉银博物馆。这一排建筑是江口的粮站，建于上世纪的1987年。沿河的老房子皆保存得颇为完好，这些古老的屋子建造成本非常高昂，缘由是耗用大量的石头砌成的坚实地基，以抵御河水的侵袭。昔日这里是一处处繁忙的码头，船帆高耸如林，四方的商甲纷至沓来，河里的商船来来往往，穿梭不停。他们或装载着沉甸甸的货物，或满载着远行的旅人。船舷两侧，水手们忙碌地操作着风帆，与河水波涛搏斗。船舱中不时传来阵阵的吆喝声，指挥着船只的前行。两边石头垒起来的地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河边的人家依山而建，不时需要跨上几阶台阶才能通过。远处的道路弯成了美丽的弧形。小巷子年代久远，地上的石头都被踩出了凹痕。两边的房子全是大块石头砌成，规模庞大的院子能看出当年江口镇的底蕴。盛开的三角梅几乎将老房子淹没。这些关门的老铺子最少有着多达上百年的悠久历史。曾经他们门庭若市，顾客络绎不绝，见证了无数的人间烟火。老街两边无人打理的花朵疯狂地生长，让这里变得五彩斑斓，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。微风吹过，花朵轻轻摇曳，似乎在向人们展示着它的生命力与美丽。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花香，引得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老街的尽头就是府河与岷江的交汇处，这里河面变得异常开阔。江口老街
宛如一颗闪耀着岁月光芒的明珠，静静地耸立在江水之畔。它承载着往昔的荣耀，铭刻着历史的深沉印记。江水依旧奔腾不息。老街繁荣已经成为历史，但它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远熠熠生辉。江口老街，它是历史的见证者，也是繁荣的象征。